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在两岸上面没有弹性的空间，所以呢，被中国大陆被美国这予取予求。那这个部分，民进党其实他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我说，像是在 G7 之后，在拜登在访问了这么多国家之后，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是他们谈了很多的宪章，他们谈了很多的公约，谈了很多的协定，但是台湾在这当中难不成没有看到说有一个可以作为借鉴？你刚刚讲到说乌克兰的部分，是不是台湾民进党政府的部分，他难道都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已经下不了车了，下不了台了。为什么？因为他会面临一个困境，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开始扭转他的政策，他要开始接受9·2共识了，或者他要放弃台独了，他民进党内部先开始崩掉了，他内部就先崩掉了。所以他现在只能不断的做大外宣，不断大内宣，说美国会支持他的。所以包括这一次像 G7 里面一些谈话，我们的外交部就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西方支持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典型的目标。可是他忘了北约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请问一下，美国不是讲了吗？今年的9月11号要完全撤出阿富汗吗？连美国在这边待了20多年的阿富汗，他还说走就走了，那你还期待于美国什么？可是民进党现在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现在有一种困境，他的困境在于说，他像一个火车坐在火车上面，其实这个火车在他这样子带领下去，台湾会撞山的。可是他现在谁也不敢跳火车，因为跳火车可能就先摔死了。他只好跟着一直冲下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台湾的内部一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就是在那个火车头的时候，把那个稍微搬一下，让这个火车稍微可以偏离一下路线，不要去撞这个山。那这就是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角色在里面，就是说怎么样在告诉台湾老百姓说这个事情不能做的，而且在做法方面，比如说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方案，让两岸关系不要让这个敌意越来越深。美国固然是我们好的朋友，就好比说我每年向你美国买军购的钱，我可以跟你美国买高科技武力嘛，对，我还是跟你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嘛。但是两岸关系才是我的根本嘛，因为它毕竟跟我太近了嘛。就像克里米亚是离俄罗斯近，离北约的总部还很远啊，是不是？那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谁能救你嘛？你从北约这几十年来看，只有原来在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在科索沃的独立的时候，北约发挥一些角色。可是呢，你说在叙利亚的事情，在阿富汗的事情，在利比亚的事情，北约的国家多多是扮演一些咨询或相互合作的这个角色，但是没有实质上没有实质利益。那今天谈到说，他也开始关心台海了，他也关心南海，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他连他自己欧洲这么近的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关心什么？你相信他会在台湾海峡来表示他的影响力吗？不要再骗人了，好不好？那美国呢？今天看到克里米亚被别人拿走了，全部欧洲都愤怒，北约也愤怒。今天呢，美国跟俄罗斯的领导人还不是在一起握手言欢呢？为了什么？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嘛。对，我刚刚讲了，阿富汗9月11号就全部退军了。你今天还期望说台湾会发生战争以后，美国会到台湾来？美国可能来都不来，来的话可能2、3天跑掉了，来的话可能是接他的美侨就走了。所以自己的命运自己救。可是现在民进党呢，把他所有的命运全部压在美国的身上，然后听了今天北约的新闻，看到这个所谓 G7 的声明，哇，好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台湾比如说出现了4次，台湾是全世界现在关心的焦点，感觉很有价值，感觉很有价值。那感觉台湾很重要，那很虚幻的，那很虚幻的。你是在被别人利用啊，拿别人消费啊，就人家拿你来做广告而已啊。人家谁把你真的放在眼里面了？所以这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当然，欧洲还有一些人，的确是像一些政治人物，他们的确是意识形态挂帅的。欧洲，我相对来讲比美国，他们有很多人是坚持，比如说你中国大陆的人权是有问题的，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比如新疆你是有问题，他们发自内心的。可是事实是什么呢？他们可能也没去调查。但是讲这个东西呢，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吗？没办法解决台湾的问题嘛。所以说，欧洲人再怎么讨厌中国大陆，跟保卫台湾这是2件事情。真的，大家要思考这2件事情。今天全世界要去对抗中国大陆，跟全世界保卫台湾，这完全是2件事情。他要去对抗中国大陆，是有他意识形态的需要，可是他有他经济利益的需要。
同样道理，台湾两岸发生战争以后，请问台湾能够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能够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还是美国觉得他放手对他利益更大？这个是完全取决于美国自己，我不能替他讲话。但是，请大家相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每一个国家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最优先的选择的。美国人绝对不会把台湾的利益摆在美国利益前面的，就这么简单。老师刚刚有讲到说，现在民进党的做法有点类似，像是开着火车要去撞山，但是呢，现在又没有办法跳，一路往前撞。但是呢，在野党国民党，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选择？他就像老师这样子，可以出来呼吁大家，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他是应该更多的作为才是。对，现在你要知道，从1949年到今天这一刻为止，其实两岸还是敌对状态。我们必须要讲，两岸还是敌对状态。对大陆来讲，现在还是内战状态，敌对没有解决。各位知道，敌对没有解决对谁有利？当然对民进党有利啊，因为两岸是敌对的嘛。所以说，我们的退役将领到大陆去开会，可能会出卖台湾呐、对，我们的学生到大陆去，可能会出卖台湾呐、我们的台商到大陆去，可能会以商逼政，以民逼官呐、好，所以你看，民进党呢，就台湾很容易通过什么反渗透法啊、国安无法，为什么？因为两岸是敌对的嘛。那民进党呢，就不断的制造两岸的敌对，再给它升高嘛。那国民党的角色，你国民党的角色是应该说，想尽各种办法让两岸的敌对关系解除掉，变成一个和平的关系。和平关系以后，台湾老百姓才会在思考啊，既然两岸和平了，我们买这么多武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买些够用的就好？既然两岸是和平的，那我们跟大陆之间是不是可以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国民党应该思考一个逻辑，就是说，国民党的优势以及国民党的使命在于说，你能不能够把这几十年来已经到了70年两岸的敌对关系，把它变成一个和平关系？可是现在国民党的主流，包括江启臣所主张的一中我表啊，就是9·2共识是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9·2共识。这样子讲当然对了，可是这是一种防卫性的讲法嘛。那你应该怎么去思考9·2共识到底怎么样改善以后，可以让台湾争取到更大的利益？那像朱立伦他们主张的一中各表，那一中各表你是不可能去解决两岸敌对状态的。就像一中各表或一中我表，就是现在国民党主流的论述，它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而现在两岸敌对状态不解决，恰恰好有利于民进党来制造他的政治恐怖，所以国民党不就成了民进党的帮凶了吗？你要从这个依照这个逻辑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帮凶，因为你不去解决蓝的问题，因为民进党不会解决这个蓝的问题，而你今天是台湾内部最有实力去解决这个政治难题的，那你又不解决。为什么？你只讲一中各表，一中各表9·2共识，它是处理两岸事务性的问题，它没办法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所以今天国民党应该来说，我有能力去解决两岸政治难题。当我两岸解决政治难题的时候，我为两岸和平的时候，全世界都希望两岸和平啊。这次包括G7也希望两岸和平啊，美国也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呢？那为什么江启臣跟朱立伦他们都不愿意去改变呢？那你要问他们呢？你要问他们，就他们整个所受的教育跟他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朱立伦前主席，他还认为说，我们还强化跟美国的亲美的共识了。你亲美是没有问题，可是那两岸问题怎么办？那你基本上，所以我才讲说，国民党上上下下一直没有去思考一个大的难题，说国民党要不要去解决两岸的政治敌对这个概念？你如果不解决两岸敌对状态，那正好便宜了民进党，成为民进党的帮凶。那可是你国民党现在的所有论述，你是没有办法解决两岸敌对状态的。所以国民党内部是不是需要一个两岸论述的大辩论？所以国民党的责任在于说，你有能力去把两岸变成一个和平的。当你变成和平以后，台湾老百姓才不会担心嘛。因为现在老百姓觉得民进党也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天天打压我们嘛，对吧？他天天飞机绕台，我感觉不舒服嘛。那不舒服的情况下，那我当然靠美国，因为我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嘛。所以当靠美国的时候，当美国讲几句对我们好听的话，比如说帮我们台湾问题列入到世界 G7 里面都有谈到了，大家好高兴嘛。可是又怎么样呢？他真的也不见得会来啊。第二个，假如两岸和平的时候，那7大工业国家也很高兴啊，北约也很高兴啊，美国也很高兴啊，也有很多人会很高兴，但有的人很难过。所以我的看法是说，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国民党的角色跟责任在哪里？所以国民党如果现在角色责任其实只是50步笑100步，那其实对国民党不好，对台湾也不好。
所以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从这次，因为这次这个拜登的访问，他的确是他开始未来几十年的要遏制中国大陆一个大战略开始形成。但这个东西能够走多走，其实画个问号，画个问号。可是这个东西形成以后，对台湾不见得有利。我们讲说，基本上中国大陆就把它当成是秦国好了，其他的国家是6个国家。老师刚刚讲说，整个的大方向对台湾是当然不利的，不利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对大陆来讲，他今天面临来讲，他怎么突破他的这个难题？讲难听，两岸关系，他被逼急了以后。两岸是不是要处理？就像当时为什么苏联他必须要去出兵克里米亚？你帮我搞得很毛了嘛？那我有一件事情来证明给你看，我真正做了你也不敢做。他当时克里米亚就下手，我真正做了，结果全世界也没人敢做。那他将来有一天两岸关系他采取更激烈的做法的时候，请问一下，他用这个来测试一下，或者用这个东西来疏解他台湾大陆内部的民怨或者民气？那种所谓武统的声音，请问一下，那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发生？也不见得不可能发生呢。对，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的看法说，台湾我刚刚讲说，基本上就是6国跟秦国一样，那台湾就是函谷关的角色嘛。对于大陆来讲，函谷关是他要出去必须经过的一个关卡，他怎么可能让函谷关受到外人去控制呢？对他来讲，他今天不能跟日本整个翻脸，也不能跟韩国完全的翻脸。台湾问题搞到这个地步，他为什么不能做？而且以他来讲，现在全世界都接受一个中国政策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呀，全世界认为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啊。换言之，全世界在某种概念上认为这其实也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啊。他们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类国家，我说类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可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苏联他敢于出兵克里米亚。他认为全世界没人敢对付他，而且他可以用说你克里米亚公投啊，他用了这个理由去解决了。台湾他当然不会用公投，他会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你西方怎么去处理呢？所以每个的理由都不一样，但结果可能都一样啊。所以我才讲说，透过这一次的看法，台湾是不是掉进了克里米亚难题？台湾是不是等于克里米亚难题？这是非常危险的。克里米亚当时乌克兰当时也希望说，所有欧洲国家、北欧国家能够声援他。可是口头上的声援，然后呢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讲说，自己的问题要自己救。当民进党没办法救的时候，国民党要救啊。可是国民党现在的中央，他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方案。我坦率来讲，老师刚有提到说可以用辩论的方式来谈，但是他们连辩论可能都不愿意去进行，他不愿意跟我直面对决了。那我是跟他，你也知道，我们在写书，我也写了37本书，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就是我简单来讲，问大家一个问题嘛。两岸的敌对状态要不要结束？不结束对台湾好，对国民党好，还是对民进党好，或者都不好？这个是最简单的逻辑。那对我们台湾老百姓来讲，当然希望跟全世界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不对？那最关键就是两岸关系嘛。那两岸关系能够和平，那你要和平，每个人都要和平啊。那你的方法是什么？你的方法是什么？那是不是一个方法论的讨论？所以我觉得今天包括中国国民党，他未来选党主席的时候，他应该最重要的课题是说，请问一下，你们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的候选人，哪一个有能力可以让两岸从敌对走向和平？请你拿出你们的方法出来，给我们老百姓来检验。最简单嘛。老师之前也希望能够出来选国民党党主席，对，那这个想法现在还是一样啊。我还是继续在募款啊，因为现在国民党他从报名费从200万涨到1320万，很离谱。选一个党主席需要花这么多钱，没有关系，这都是我觉得。但是我其实就说，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能够透过国民党，我们来改变台湾嘛。国民党就像一个杠杆来讲，我们必须因为政党的力量才是民主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嘛。今天光靠我们一个学者，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民进党。就好比说，今天这个火车已经在快要撞山了。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火车稍微偏一下，不要去撞山？这个东西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转的，一定要靠政党的力量把它带开。那个带开以后，老百姓才会再反省嘛。所以我说，我们台湾不要掉进像克里米亚那个困境，也不要掉进像阿富汗那个困境。好像大家愿意来帮你，可是没有人真正会来帮你。即使来帮了你，时间到了就走了，很悲惨的。但台湾还剩下什么？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
生死的一个问题啊。老师最后的10分钟，我想要再回到拜登这次的访问欧洲8天的时间，最后一站就是跟俄罗斯普丁的会谈。会谈之后，老师怎么看待普丁接下来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更新的发展吗？或者是说他们还是会维持在跟以前一样？我觉得中国大陆它现在整个国家的政策是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哈，不结盟政策，但是它跟其他的主要国家，比如像俄罗斯，它保持一个所谓的协作关系哈，就虽然不是结盟呢，但是大家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那中国大陆现在来讲的话，它跟苏联、俄罗斯之间，它已经并没有所谓的核心利益的冲突，大家现在也没有所谓的领土方面的纠纷了，几乎没什么纠纷。那俄罗斯它整个的国家的 GDP 其实也不过就是中国大陆的广东省一个省份的 GDP 而已，这么少啊，所以它的经济能力其实没有办法去挑战中国大陆的。但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也可以跟俄罗斯做相互的配合，而且彼此在科技方面的确有一些方面的一些合作啊。所以我的看法，但在中国大陆本身来讲，他不会愿意跟俄罗斯为敌。那俄罗斯在这个情况下，他也不愿意为中国大陆为敌。所以这2个人呢，会不会结盟，我不敢讲，但是他们会发展彼此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但这个紧密关系呢，彼此对对方也不会100%的信任。绝对不会100%的信任，他也有点没办法走得像英美这么好的关系嘛，因为他们之间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也没有一些核心价值信仰是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毕竟一个俄罗斯的文明，一个是代表中华文明一个为基础的，所以我的看法，双方面还是保持这种若即若离，有点黏又不是太黏的关系。那他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当然是美国，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们彼此之间他们的合作一定大于他们的冲突。那最大的利益受获者在这次过程中当然就是俄罗斯了，俄罗斯是个最大的利益获胜者，因为呢，你看，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崛起，因为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最首要的敌人，你看看，你美国在北溪2号，你就要开始放手了，你对这个乌克兰问题你也不敢多讲了，阿富汗你也撤军了，所有东西它都苏联几乎没有出一兵一卒，整个国际社会都已经变了，变的是对俄罗斯又有利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强权政治。各位了解，这个政治是国际关系，是一个强权政治。我们台湾在这个强权政治里面的时候，要懂得自保，要懂得自保。你跟任何一个强权，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你必须先了解，你现在最重要对你的威胁者是谁？毫无疑问，现在对我们最大的威胁者是中国大陆嘛？那你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威胁者转变成为一个我们最友好的？因为我们在军事方面，我们最大的威胁者是中国大陆。可是呢，我们在经济方面，对我们最大的利益者也是中国大陆啊。那你怎么可能把这个政治跟经济2个不要走分了，而2个基本上可以平行？就是说，政治方面，我们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说，民进党采取的策略是政治要对抗，经济可以合作，就像一部车子一样，一个轮子往前走，一个轮子要往后走，这车子我看很难走。国民党的策略是经济轮子往前走，政治轮子给它刹车不动，维持现状，刹车不动，这车也会翻车嘛。2014年太阳花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你在经济轮子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政治轮子也可以往前走。政治轮子往前走什么？就是把这个敌对变成一个和平的关系嘛。所以大陆就不会从一个军事的威胁者，而变成一个所谓的全方位的威胁者。那这威胁者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合作者，或者一个和平共同的缔造者。这个情况对台湾是最有利嘛？是不是这样？就逻辑上非常简单嘛。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国民党呢，现在跟着民进党喊什么？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威胁，这不是很可笑吗？你的经济粗糙，我们大概是依大陆的算法，大概1300亿的美金啊。当我们自己算是950亿美金啊。好，那这个粗糙的数字是非常大的，你又把别人当威胁者，你怎么讲呢？好，所以整个逻辑来讲，就是说，今天政治的问题还是要政治解决。今天两岸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解决不是靠别人帮你摇旗呐喊就可以解决的，你必须自己来解决。谁是你最直面的？不管他是对手，不管他是敌人，或者他可能是个合作伙伴，你必须要跟他坐下来谈嘛。那谈的时候，你是做好准备嘛？你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你怎么去谈呢？所以我的看法是，今天面对这个全世界这么复杂的社会，
每一个国家都在找寻他自己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利益在哪里？和平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利益嘛？没错，和平才能够创造所有的东西嘛。你没有和平，你所有的价值观面对战争的时候，全部都被丢到垃圾桶了。那今天和平，请问一下，有人在创造和平吗？民进党当然不要创造和平啊。那国民党有创造和平吗？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创造和平，他只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维持什么现状？各位，两岸现在是敌对的现状嘛？你要维持两岸敌对的现状吗？民进党是要把两岸敌对把它再加深，把它更仇视。那国民党是维持敌对现状，那这两个党走不下去了嘛？那谁比较容易改？当然国民党比较容易改嘛。所以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对不起，那我这参选，就是说，如果是我今天能够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我相信我有办法。就像一盘围棋来讲，这个棋子一下去，可以让两岸都赢，可以让台湾不再受到这个国际的这个所谓的被别人利用也好，被别人消费也好，而我们真正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和平的、开放的岛屿。有了和平才可以开放，让全世界都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平台，我们赚全世界的钱，我们跟全世界接轨，我们也可以去影响中国大陆。所以简单来讲，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和平的区域，是我们所有中心的重中之重，而不是满足于说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对抗，然后的北约，然后欧盟，然后 G7 都支持台湾为我们发声。这个是没有用的，发声只是满足了某些政治人物他们这种价值感。哎呀，就像这个世界小姐选美一样，说我希望世界和平。对，这个讲这个话太简单了嘛。我们关心亚太地区，我们关心这个南海地区，我们关心新疆跟西藏的人权，讲这个话都很简单啊。可是真正活生生的在那个地方，都是那边的老百姓在过日子。而且事实上，你西方关切的东西，你在你的经济压力之下，其实你能够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少。所以说，认清楚国际政治的现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精辟的分析。那么希望将来呢，也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谈国际的关系。好，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那么各位如果看完《洪流洞见》之后呢，欢迎大家按赞，在下面留言，同时也请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再会。